美国召集了31国31舰汇聚黑海，韩国和突尼斯发现自己被参加了。美国这场演习到底是军事演习呢，还是武林大会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个英国军舰前两天在克里米亚刚刚是碰瓷儿，被俄罗斯人赶出来了。然后俄罗斯人反手就在英国航母编队30公里距离上呢，就玩了一个大演习，而且这个演习出手还不轻啊，潜艇、飞机一起上，5艘潜艇，再加上那个米格31也出来，护卫舰也出来，锆石反舰导弹、匕首导弹这些新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起亮相，摆明了在俄罗斯家门口一巴掌就能把英国舰队拍死。你说俄罗斯舰队出远洋不行，这个制空权掌握不住，但是黑海里这么点范围啊，前后纵深才多少啊？这个范围里边谁欺负谁呢，可就不一定了。不过呢，英国在黑海的行动本身就不在于占什么便宜、打什么胜仗，目的呢就在于召唤美国。美国来了，就能拉动更多的国家支持英国，因为英国自己拉不动嘛。而且呢，一起帮英国的国家越多，英国就越不会被孤立。特别是英国也希望整个欧洲能一起跟俄罗斯翻脸，这样就可以把很多国家拉下水，一起反俄罗斯嘛。结果如英国所愿嘛，这回美国人是按时进场了，把驱逐舰派进了黑海，要参加这个海风2021联合演习。这个海风演习联合演习2020年也搞过，那会儿是27国，今年呢继续搞。除了美国规模大了嘛，号称是参加演习的还有31个国家，每个国家派1艘船，加起来是32艘船，40架直升机，5000个士兵，舰队规模呢算是不小，声势浩大。不过这个韩国、突尼斯一看吓一跳，怎么名单里还有我们俩呢？我们俩没说参加呀，所以到底是不是32艘船，还说不定，等着瞧吧。反正呢，态势摆出来了，你俄罗斯并不希望扩大矛盾范围，那我美国就给你凑31个国家在一起，加上我自己32国，你不想扩大矛盾范围那也不行。后边的事儿呢，就看你俄罗斯怎么反应了。你要是反应不强，我们在黑海可劲儿折腾一回，我看你俄罗斯面子怎么摆。如果你反应过激，那正好中计，你可以得罪很多人，我可以形成更好的战略为主态势。而且呢，美国人这么干呢，也算是给了英国足够的面子了。你英国需要拉赞助，我给你拉赞助，31个呢，不少了吧？关键是美国自个儿派1条船，也不用费多大的劲儿。而且这1条船派出来呢，又不是美国的主力啊，不会让美国海军被英国牵着鼻子走。你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我美国也不差，我怎么可能跟着你英国指挥棒来回转呢？其实呢，大家都有点是斗智斗勇，互相利用，这很有点古龙小说的味道了。至于说这个演习本身军事价值有多大，有些这个专家认为，有些媒体认为这个对俄罗斯威胁挺强的。我倒是觉得不用太高看，32个国家，32艘舰艇，而且演习科目是防空、反潜和登陆。如果说这些国家、这些舰艇都是北约体系下的，那可能还比较好进行统一指挥，起码有统一的数据链之类的，可以形成一个有效的作战体系。但这32国里边还有埃及巴基斯坦巴西等国的舰艇，队伍这么杂，你想把这个指挥系统统一起来，形成大系统，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恐怕真要是演习起来，也只能是分区作战，各自完成任务，搞得比较松散一点，甚至呢，就是通讯方式都要显得落后一些。所以这样的演习更多的是一种类似阅舰式的活动，走走程序，走走过场。因为美国的面子嘛，很多国家是要给的，不给不行。但是真打起来的话，谁能指望说巴基斯坦海军跑到地中海，跑到黑海，跟着美国海军一起跟俄罗斯干一仗？巴基斯坦没那么吃饱了撑的吧？而且这次演习呢，还增加这个科目，就是登陆作战，这个更有象征意义，而不是实战意义了。历史上呢，在黑海登陆作战呢，倒也不是没有，就是围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嘛，那是100多年前，1854年，而且登陆的兵马很多呀，55000多人。如今在俄罗斯眼皮底下，面对俄罗斯的陆军，你搞1000人规模的登陆演习，就算是俄罗斯常规力量有点衰弱，陆军不够先进，你也不能这么把村长不当干部吧？所以呢，这个演习熙熙攘攘，喧喧闹闹，说是大演习可以，说是一个海军大游行或者说大舞会也没问题。这个武林大会可是跳舞的舞啊。或者说有点像是这个当年日本鬼子召集各村的为师会长到炮楼送一趟粮食开趟会那个架势，只不过这回召集开会的是美国人，而且这些个为师会长是不是白皮红心都不一定呢。美国人真要想威胁俄罗斯，恐怕就需要更多的主力舰艇部署在地中海或者是黑海，
不过呢，真要是把主力舰艇派到这种地方来作战，来争取制海权和制空权的话，威胁也相当大。我们前面也说过了，这个海域太狭窄，对美国海军来讲，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进了黑海，没准还是个死地。恐怕美军就是再糊涂的话，也不会把主力送到这个区域里边做出这种决定。好，关于这次32国参加的海风2021演习，到底能给俄罗斯什么样的威胁？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